什么玩意儿？石头？极品老玉，还带金丝嵌工，这玩意儿起码值几十万啊！谁乱扔的？3年大旱，求赐一粟，这不会是哪个剧组搞的恶作剧吧？将军，最后半袋4米也熬成稀汤分完了，现紧着老人和娃娃，弟兄们一粒没剩。城里还能撑几天？树皮、草根、观音土，能吃的3年前就吃光了。将军，末将愿带兵突围，哪怕死在半道上，也比困在这儿活活饿死强。出去！韩征，临近3州早被灾民挤满了，咱们一出城，南州军就不是军了，是流民，是乱兵。将军，弟兄们饿了3天，连刀都提不动了。提不动也得提。南州军只有战士，饿死的鬼，没有跪着求活的兵。顾寒川还没饿死，哼，这条狗骨头倒是硬。去告诉他，想开仓可以，交出兵权，再画押认罪，认他个聚众扰乱良道。他若不认，本官就陪着南州那10万张嘴一块儿等着收尸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城上的听好了，王大人有令，顾寒川交出兵权，画押认罪，官仓即刻开仓放粮。乖乖爬出来磕个头，认个罪，爷爷就赏你们一口干净饭吃。将军，不交兵权就是活活饿死啊！闭嘴！再言交兵认罪者，斩！拿我的弓来！将军不可，您3日粒米未进，强行开硬弓会伤及肺腑的。拿弓！妖怪，撤！快撤！将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将军，您的手再没粮，弟兄们熬不过这几日了。将军，连祖上传下的金骨碎玉牌7日前都投进渠里了，神农大人一直没有回应啊。那是顾家先祖执掌粮政的信物，先祖说过，骨髓在，百姓在。白布拿来。将军要写什么？城里连墨都磨不出了。墨没了，血还有。将军！末将顾寒川困守南州，3年不雨，赤地千里，10万灾民断粮，官仓避而不发。不求寒川，不求荣华，不求清明，唯求神农垂怜，赐下一粟，许南州百姓多活1日。神农在上，若能赐粮，顾寒川愿以此残躯，生生世世为您驱驰。真的假的？赌一把！都是爹生娘养的，老子就当行善积德了。
小伙子，家传的？急用钱，唐老板别绕弯子，按行价走，一口价。20万，看你年轻人实在。那您忙。30万，金丝嵌碎的老工种，我认了。再多，这店都得赔给你。成交。打钱。小伙子，大米2吨，玉米面1吨，饼干50箱，你这是要开粥厂啊？做慈善，少废话。老板，把水给我抬上来。单子我接了。发货！真送过去了。将军，最后一碗了，你也3天没沾米水了。给城下的娃娃，我是将军，我得最后一个到。区里有动静。我疯了，我看见米山了。是米呀！老朽种了50年地，从没见过这样的米，颗颗饱满，粒粒如玉，没有一丝糠杂。这是神仙田里长出来的玉粒金晶啊！韩征，带兵围住粮队，先登记，再分粮，老人、孩子、病人优先，敢抢一粒者，军法处置。得令。婆婆，米汤是甜的。活了，哇，咱们活了！老天爷开眼了！里面是干粮，这小小的饼块竟有如此恐怖的药力，吃一口气血翻涌，这是仙家的9转辟谷饼啊！这琉璃法器竟软硬适中，里面没有一丝杂质。好水，绝世好水，这是9天玉露啊！神恩浩荡，南州军民随我叩谢神农大人！叩谢神农大人！将军，这就是古家祖上传下来的田黄石，将军不可，这是古家最后的家底，更是将来信京向朝廷自证清白的信物啊！糊涂，百姓的命都快没了，留着石头给谁看？可是将军，万一朝廷抬出去，连同库里那几块和田玉料，全部献给神农大人。是。神农在上，顾寒川身无长物，唯有祖上顽石一方，玉料数件，南州倾尽所有，此乃谢礼第一份，望神农不弃。来活了！这得有多重啊！我靠，发大财了！极品田黄冻石，色如蜜蜡，质如凝脂，萝卜纹细如发丝。这体积，这品相，老朽干了40年，听都没听说过，100年难遇。稳住，稳住！老子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5000万，连这几块和田玉料一起打包，当场成交，1分钟都不带犹豫的。成交，打钱。您的账户到账。哈哈哈哈哈！
顾老哥，你这兄弟我交定了。打旱灾是吧？缺什么？老子拿现代农艺给你砸过去。喂，粮站吗？大米先来5吨。对，您没听错，5吨。喂，是做农业设备的许老板吗？您仓库里的货我包了。你好，田老板。对，我姓姜，姜燕。将军，神粮清点完了，10万张嘴，只够吃13天。省着吃13天，敞开吃7天。13天之后呢？南州依旧要死，而且这一回会死得更狠，因为所有人都刚刚尝过活着的滋味。走，去田里。旱肃了3年呐，地都旱肃了。老根叔，弟，咱们可以慢慢养。我只问你一句，南州的种粮还在吗？将军，能下锅的种子，前年冬天就被饿极了的人吃光了，剩下这些，要么干死，要么霉烂，10粒里发不出1粒芽儿啊！有粮没种，吃完这10几天，还是个死。将军，末将这就去把军马全杀了，300匹马，连肉带骨，够10万人多撑半个月。站住！将军，都什么时候了？马是南州的腿，是斥候的眼，是守城的命。杀了马，多活半月；可没了马，汪承言的兵一到，南州连半个月都守不住。我们要的不是多挨几天饿，是活下去，是把种子种下去。拿刀来！您又要惊扰神灵大人，您掌心的伤还没好。除了神农，这天下还有南州10万生灵叩谢天恩，然存粮仅之10余日。南州赤地3年，旧种尽绝，一种霉烂，不堪下地。南州不缺人，不缺地，缺的是一把能在旱地里活下来的种子。叩求神农大人赐种，许南州种下一剂活路。种子，顾大哥，这回你可真问对人了。耐旱玉米、红薯苗、土豆种，还有这袋杂粮，贫瘠地里也能扎根。你这是要把整片荒坡都种了？差不多，再给我育苗盘、生根粉农膜，越多越好。古人不识字的多，得画成图写成大字，一步都不能错。这园既不像米，也不像麦，种了一辈子地，这圆疙瘩是个啥粮食？不像米，不像麦，连能不能吃都两说。神农大人莫不是送错了？神农赐种自有道理，照法旨办，切块下地覆土盖模，一步不许漏。凡间没见过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信神农大人。3年了，南州头一回不是等死，是在等芽儿。是绿的呀，3年了，我还以为这辈子看不到。活了！神农的种真的活了！地底下一点水都没有，光靠剩下的那口饮水浇田，浇不活，浇不活啊！好不容易出的芽要被晒死了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那神粮啊，不过是让大伙多饿几天，死得慢点儿。将军，这帮搬弄是非的，末将这就去。现在杀人，救不活这片苗。种是神农赐的，命也是，可苗在我手里枯了。我对不起的不只是他，是这10万张嘴。南州有种，奈何无水，苗发即枯。叩求神农赐水活田。一袋袋送水，10万人灌不过来。
得让他口干等自己出水。海平哥，滴灌水管、过滤器、储水桶全要，再来太阳能抽水泵、小蓄电池，配一捆 PVC 管。你这是要搞节水农业示范田啊，兄弟！一次别买太多，吃不下砸手里。越多越好。黑板向日为电，铁泵入井为引水，细管入田为滴灌。记住了，老哥。没人摇，没人推，它自己动了。出水了！干了3年的井出水了！神农把太阳炼成了水牛啊！不吃草也能拉水。将军，您看，南州不光能活，还能重新长出粮食来。水有了，种有了。神农大人，你究竟是哪一路神仙？竟连地里的水都能替我寻出来。报将军，北边旱地飞来一片黄群，黑压压看不到头，所过之处连草根都不剩。完了，黄群要是落进这片田，神农赐的种也保不住啊！将军，末将带人放火烧，把黄群烧死在城外。不可！火一起，风一卷，整片田连苗带种全得烧成灰。看见没？这是天罚啊！顾将军强种妖粮，逆了天意，才招来这蝗灾。早把粮交了，何至于此？我不信天罚，我只信人要活下去。水您能饮，种您能赐，这遮天的庄黄群压境，旬日即至，新苗将尽，求您也替南州挡上这一回，叩求神农大人赐下灭虫之法，救南州第一片良田。蝗虫遮天，火烧不得，毒药更不能乱撒。大半夜的，老板，太阳能杀虫灯、防虫网、黄板、诱捕桶全要，再配点生物防虫剂，不喷洒的那种。你这是要灭蝗灾啊？这么大阵仗？差不多，记住，毒药一概不要，地里的粮是要救命的。先拦后诱再收，一步都别乱，老哥。照网我懂，可这灯天还没黑，点它做什么？虫子自己往灯上撞，拦得住，真拦得住啊！神农连这遮天的虫都替咱们收了。这虫子喂鸡喂鸭，滋鸭长肉，又是一口粮。神农连蝗灾都给咱们变成了吃食。怎么可能？黄群过境，这田径一根苗都没少。快回去报掌运使！肚子绞着疼。喝酒了的人猛一吃饱，肠胃受不住；还有喝了脏水的发热虚脱。这是饥荒之后最怕的疫病，一旦传开，10万灾民会死得比饿着还快。将军，这娃好不容易吃上米汤，喝上活命水，不能再病死了啊！求您救救他！将军，神农刚送来凉水，还得靠神农大人。南州饥后生疫，腹痛者众，高热者危，恐传10万。叩求神农大人赐下治疫之法，
救我南州军民。古代不懂灾后防疫，补盐退烧，这一环不补上，前面送的粮和水全白搭。口服补盐液、葡萄糖、退烧药、碘伏、消毒片，还有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。全要，全要，量大。记住4条：水烧开，粥漫味，人隔离，屋里井。这白粉既不像草药，也不像丹丸，倒进水里给病人喝。老朽实在看不懂。神农法旨，病重的先喝这补盐水，照办。醒了，我醒了！这白水真是仙水救命啊！神了！一碗白水竟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，老朽这50年算是白行医了。都听好了，净水区的水只准烧开了喝，病人单独安置，粪污一律往下风排。谁敢把脏水倒回井旁，直接罚去清沟，清到好为止。原来救命不光是有粮，还得有规矩。神农大人连这都替咱们想到了。送粮、送水、送药，如今连活命的规矩都送来了。神农大人，你到底是怎样一位神仙？好一个顾将军！3年大旱熬成这般气象，又是白米，又是出水的神器，本官可是来接管的。放屁！3年大旱，灾民饿死过半，赈灾粮连个影子都没见。如今百姓刚活过来，你倒来抢粮了！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南州一粒粮都归官府调度，这白米、神种、神农法器，本官今日全要带走。顾将军，识相的把粮、种、神器乖乖交出来，否则私藏妖粮，聚众祸民，以图谋反。这粮救的是10万条人命，交给你，他们就得重新回到死路上去。交粮，百姓必死；不交，他就给我扣谋反的帽子。这一步比守城还险。粮要是被抢走了，咱们又要饿死了。南州断粮时，朝廷不来，如今良田刚活，贪官却来摘讨。我若反抗，百姓恐被定为乱民；我若退让，百姓必死。神农大人，这一回我该如何？缺粮的时候装聋作哑，人家把命拼回来了，又来摘桃子。录音笔、无人机、扩音喇叭、强光手电，配大容量电池，全要最好的。录音笔叫留声玉，能把人说的话一字字不漏记下来；无人机叫巡天鹰，能飞上天，替你看清官仓里藏了什么。郭老哥，先别急着动刀，让那贪官自己把罪亲口说出来。神农大人要我先让他自己把脏话说尽。将军，那王承业明日就要来收粮，咱们刀能杀一个王承业，杀不尽天下贪官。传令，明日设宴，本将要好好款待汪大人。汪大人远道而来，南州简陋，这杯薄酒先敬大人。顾将军今日总算想通了。实不相瞒，官仓里有的是粮，
可那粮哪能白白便宜了那帮泥腿子？灾民越饿，地价越贱。等他们把田把娃都卖光了，这粮价翻他10倍。大人，高明。说吧，再多说一些。你今夜吐出的每一个字，都是明日捆死你的绳。新粮入司库，只卖给外州的商人，高价，莫要走漏了风声。将军，都拍下来了，也录下来了。那狗官满嘴的无粮，官仓里没得发臭，司库里全是好粮，铁证如山。证据有了，这一次我不光要护住神农赐的粮，还要亲手斩断他这条吸百姓血的粮路。顾寒川不肯交粮，此人留不得。本官得先下手为强。大人，不如反咬一口，就说顾寒川妖言惑众，私通灾民，聚粮谋反。好，800里加急，送呈朝廷，再贴满城告示，本官要他有口难辩。800里加急，南州守将顾寒川私吞赈灾粮，蛊惑灾民，意图谋反。上面说顾将军私吞了朝廷的赈灾粮，故意让咱们感激他一个人。这粮真是将军私吞的，那神农大人又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那狗官恶人先告状，还封了南州粮道，禁止外州粮商跟咱们交易。他就是要咱们有粮运不出，有田种不下，莫想这就带人把他剁了。收到，现在杀他，反倒坐实了谋反2字。神农大人教过我，证据要让天下人都听见，都看见。顾将军总算想通了，识相就把粮、种、神器当众交割清楚。铁鸟飞上天了！南州父老都抬头看清楚，官仓里究竟有没有粮？灾民越饿，地价越淡，等他们把田把娃都卖光了，这粮价翻他10倍。妖术，这是妖术！尔等休听他蛊惑！我的儿啊，就是买不起你那翻了10倍的高价粮，活活饿死的。粮在你仓里发霉，我儿在你门口咽气。围住官仓，护住粮册，一粒粮都不许他动。往哪儿跑？压了3年的官仓，今日该开了。汪承业囤粮抬价，逼民卖田，罪证确凿，即刻押送京城，同时开仓放粮救民。开仓放粮不归我顾寒川一人说了算，秦婆、孟老根、老御医还有军中书记4人共同监督，每一袋粮入账，每一碗粥登记在册。老身这双眼就盯着这粮，谁敢私吞1粒，老身第一个不答应。老弱病残，先领考粮，能干活的领种子、领农具，咱们要自己种出下一季。公道，这才是公道。粮分到谁亲手里，谁也别想昧下。好啊，赈灾粮、金砖、田忌、卖身契。汪承业，你这是把南州的血都吸进自己库里了。这些田是被逼卖的，这些人是被逼压的。从今日起，田还民，人放归。将军青天，将军青天啊！赈灾粮全入公仓，这些金砖封存，留作南州重建良田的本钱，一文不许私动。末将明白。官仓也能公开，粮账也能让人看。汪承业控粮抬价的路，从今天起彻底断了。将军，这么多金砖，真要全献给神农大人？这些金砖留在南州是祸根，
献给神农大人，换成救命的活物，才不枉这些血。这么多金砖，每一块背后都是一条被逼到绝路的人命。小江，这金装年代极早，成色、保存无可挑剔，这一批的分量、价值惊人呐！唐老板，先别全出手，我只换一部分成现金，剩下的封好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何不一次出清？够用就行，这钱有更要紧的去处。粮食、水泵、农具、种子、药品、农技资料，按这个量全备齐。兄弟，你这采购量一次比一次离谱，你是把整个县都给承包了？差不多吧，我要养活一座城。神农赐的种种下去几个月了，今天咱们挖头一窝。啊！一颗秧子底下结了这么多，这是多少粮啊？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，一窝10几个，神农的种真是神种啊！将军，这产量是南州旧粮的好几倍，1亩地顶过去3亩5亩。好啊！南州不再只靠神农赐粮，是咱们真真切切靠自己的手种出来的。传我将令，这一季的收成，3成留作口粮，3成留作种粮，3成入公仓，1成留给老弱病残备用。神农救了咱们头一回，可往后咱们要学会自己救自己。南州真的活过来了，咱们又是种地的农人了，不是等死的灾民了。将军，这是前朝的玉玺，还有这些密信，是梁太师和汪承业的往来书信。梁太师，他不止贪粮，他私藏前朝重器，是要等天下大乱时扶持傀儡。南州的旱灾死的那10万人，不过是他这盘棋上一颗弃子。原来南州的灾是这天下的粮道从根上烂透了。这东西已经不是普通古董了。神农大人，南州有粮了，贪官的粮路也断了，可这天下的粮道病在根上。下一步，顾寒川该剑指何方？光救南州不够，只要天下粮仓还攥在贪官手里，下一次旱灾来，百姓还是照样被饿死。得给顾拉说的，不只是粮和水，是一套能让百姓自己活下去的制度。粮仓不是堆粮的地方，是保命的制度。先让南州吃饱，再让林州吃饱。先把私仓变成公仓，再把这天下的粮仓变成百姓的活路。原来粮道可以这样修，仓炉可以这样立。将军，神农大人画的这些是要咱们管到南州城外去？不止城外，神农大人要我做的是让这天下再没有一个人因为粮道烂了而饿死。南州新粮政立公仓、种仓、栽仓3套粮帐，公仓管当年口粮，种仓管来年种子，栽仓只在灾年开启。所有粮帐刻在木板上，挂在城门口，百姓能看，士兵能查，官员不能私改一字。刻在板上，挂在门口，这下谁也别想黑了咱们的粮。南州有活路！听说这儿粮价稳，官仓公开。顾寒川，一个边将，竟敢私设粮政，公开粮帐，他这是要断了老夫，断了天下粮官的命根！
传令各地粮官联名上奏，就说他收买民心，架空朝廷，私设粮政，意图不轨。圣旨到，着南州守将顾寒川即刻交出南州公仓并神农法器，押解进京，听候发落。将军，咱们粮也有了，田也活了，他们又来逼，这旨接不得啊！粮政若交，南州就会变回3年前的死地。这一次的对手，不是一个汪承业，是整个烂透的天下粮道。神农大人，南州活了，贪官伏法了，可这天下的粮仓，该姓谁？这一仗，顾寒川要不要打？粮仓不该姓贪官，不该姓权臣，不该姓豪门，粮仓该姓百姓。若这天下无人敢管，那就让你顾寒川来管。顾老哥，粮种我给你，这一回我给你的是底气和一整套让天下人都能吃饱的章程。南州新粮政不为造反，只为让百姓有饭吃，让军队有粮守，让灾年有人活。故宫擎天，神农护佑。顾寒川啊，顾寒川，纵有神物相助，到了这金銮殿上，还不是任老夫拿捏？陛下，3年大旱，南州死者10万，不是天不下雨，是这天下的粮道被人从根上蛀空了。梁太师私藏前朝玉玺，勾结贪官，囤粮抬价，坐视万民饿死。证据在此，血口喷人！陛下，他妖言惑众，意图谋反啊！粮帐、密信、玉玺俱在，人证万民。梁太师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来人，拿下！想当年，南州差点全饿死，如今家家有粮，仓仓公开，这世道真是变了。灾年又来了，可咱们有灾仓，有粮帐，有故宫定下的规矩，再不用跪着求活了。神农大人，粮有了，仓也有了，下一步该往哪儿走？